俄乌冲突近4周年，谁将先打破僵局？俄乌冲突的硝烟已弥漫4年，这场旷日持久的较量中，俄乌双方谁会率先松口，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。近期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通话，被视作局势可能出现转折的信号。古特雷斯公开重申联合国支持全面、立即、无条件停火的立场，而以往面对类似提议常以道德立场强硬反驳的泽连斯基，此次却展现出罕见的理智，与古特雷斯平和探讨了推动冲突结束的外交举措。或许是这份冷静打动了对方，古特雷斯特别强调，联合国将持续为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，并助力其战后重建工作。不过，这场看似务实的对话背后，藏着泽连斯基难以言说的困境。对他而言，俄乌一旦停火，自身的政治生命乃至安全都可能面临威胁。毕竟，他此前的核心诉求是打赢战争，可如今这一目标已近乎渺茫。事实上，泽连斯基与北约盟友心里都清楚，当下所谓的短期和平，本质上意味着乌克兰要以放弃部分领土为代价，这也等同于宣告北约在这场与俄罗斯的博弈中未能取胜。而这一通话的时间节点，更凸显出局势的微妙。冲突进入第4年，俄乌两国都已承受巨大消耗，这对斯拉夫兄弟或许都明白，继续打下去，双方都难成赢家。在此背景下，两国不约而同地开始更严肃地探讨和平谈判的可能性。但相较于普京只需聚焦如何让俄罗斯以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体面收场，泽连斯基的考量要复杂得多，既要避免以割地赔款的方式结束冲突，又要保障自己与背后投资方的既得利益。只要其中任何一点无法达成，他的处境便会岌岌可危。从这一角度看，泽连斯基或许是全世界最不愿接受无条件停火的人。回溯冲突初期，俄乌双方都曾放出狠话，一方扬言要让对方付出代价，另一方甚至宣称要拆分俄罗斯，乌克兰更是将彻底击败俄罗斯作为获取利益的前提，唯有如此，才能瓜分俄罗斯的海外资产，偿还债务，推进国内重建。如今，这些目标早已落空，获胜无望与不愿认输的矛盾，让乌克兰陷入两难。有人调侃，若泽连斯基选择御驾亲征，战死沙场，或许是当下最体面的结局，但这终究只是戏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观点认为，俄罗斯其实比乌克兰更渴望结束战争，只是其停战诉求隐藏在战场态势、国内政治、国际压力与多变的外交环境中。现阶段的战略调整，并非战略放弃。长期以硬汉形象示人的普京，近期也展现出灵活的一面。在阿拉斯加美俄峰会上，他向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出4项停火条件：乌克兰承诺永不加入北约，西方不在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，乌军全面撤出顿巴斯地区。作为回报，俄军将冻结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的交战前线。相较于冲突初期俄罗斯提出的宏大战略目标，这些条件明显有所收缩，不再执着于完全控制乌东4州，而是聚焦于稳固对顿涅茨克、卢甘斯克2个州的掌控。这种战略收缩源于普京对现实困境的清醒认知。作为经验丰富的领导人，他深知长期战争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的重压。西方制裁虽未击垮俄罗斯经济，但战争消耗与国家运行成本的飙升，让本就不算富裕的俄罗斯雪上加霜。与此同时，俄罗斯国内强硬的主战派对普京的让步倾向极为不满，甚至公开指责这是国家的耻辱，让这位斯拉夫硬汉陷入内外承压的局面。而乌克兰的处境比俄罗斯更显窘迫，泽连斯基政府的决策始终受多方牵制。在欧美等国的压力下，乌克兰提出5项停火条件，实现持久安全，并由北欧和欧盟提供安全保障。俄罗斯支付数千亿美元战争赔款，归还所有被强制转移的乌克兰儿童与债务，联合西方建立长期制裁俄罗斯的机制。对此，普京的态度强硬，若坚持这些条件，那就继续打下去。客观来看，除获取安全保障外，其他几项条件俄罗斯几乎不可能接受。乌克兰提出这样的诉求，更多是表明仍有战斗底气，而非真正不着急停火。这些条件也折射出乌克兰的核心关切：民众需要安全与国家主权完整。泽连斯基因此划定3条红线：不割让领土，自己不缺席谈判，乌克兰必须获得安全保证，甚至称动乌克兰领土如同动我的挚爱亲朋。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悬殊，如今乌克兰兵源极度紧张，后勤补给困难重重，即便在局部战场偶有胜利，也无法扭转整体劣势。更关键的是，乌克兰维持战争完全依赖西方援助，而长期援助已让欧美国家倍感疲惫。在俄乌双方之外，美国被认为是最希望俄乌停战的第三方势力。作为商人出身的政治家，特朗普偏向实用主义，他曾警告普京，若在阿拉斯加会晤中拒绝停火，俄罗斯将面临严重后果，但同时也明确表示，美国不会派遣地面部队，仅会提供空中支援。欧洲各国的立场更为复杂，包括英法德意在内的30多个国家正考虑通过志愿者联盟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，且这些军队可能由美国统一指挥。不过，波兰领导人图斯克明确表示，波兰无意出兵乌克兰，这并非波兰有大智慧，
而是深知一旦出兵，很可能成为俄罗斯的打击目标。如今，俄乌停战的最大阻碍集中在2大问题上：一是领土争端，有消息称，俄罗斯试图用占领的苏梅州、哈尔科夫州东北部约440平方公里土地，换取对顿巴斯地区约6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永久控制权。这样的交换条件对乌克兰而言显然难以接受。二是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，乌克兰希望获得类似北约第5条的集体防御承诺，但美国担心引火烧身，不愿松口，俄罗斯更是坚决反对。表面上看，乌克兰似乎更渴望停火，毕竟战火始终在其领土上燃烧，国内青壮年不断被送上前线，近乎战斗到最后一人。但深入分析便会发现，俄罗斯或许更需要一场体面的休战，以缓解经济压力与国内政治矛盾。普京的让步并非软弱，而是基于现实的战略考量。泽连斯基的强硬也非固执，更像是为了生存的无奈之举。真正的和平需要让双方都能向本国人民宣告未完全失败，甚至取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胜利。毕竟，冲突的结局若走向两败俱伤，对任何一方都毫无意义。当前，国际社会的核心任务是为俄乌双方寻找一条体面走向和平的路径。事实上，中国此前提出的关于俄乌冲突的12项立场，至今仍是兼顾各方利益、最为公道的解决方案。但这需要俄乌及相关各方拿出真正的政治智慧与勇气。古往今来，除非存在绝对的实力碾压，否则战争极少以一方彻底胜利收场。谈判桌始终是解决冲突的最佳选择，而在坐上谈判桌前，双方都需认清自身实力。正如那句老话，战场上得不到的，谈判桌上也别想拿到。